有缘人，原生家庭就是你最好的道场。你觉得你的父母对你不好，那么我们就要更好的去对父母，把这个孽缘转成善缘。原生家庭是定业，是不可改的，是我们生来就无法选择的。当我们过去的业力匹配了我们现在的原生家庭，那么原生家庭就是我们最好的道场。如果说我们能把原生家庭这件事情修好，以前你的原生家庭非常的糟糕，你跟父母的感情非常的差，你非常的恨他们，或者是你非常的讨厌他们，那么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你就要在这个道场当中定住，就在这个道场里面去修我如何不恨我的父母，修我如何慢慢地爱我的父，修我如何跟我的父母去转变关系。当你把这个事情修好了，我跟你讲，你的个人生就会变得非常的顺利。因为百善是孝为先，是大孝，大孝是大善，大善是大福报。为什么修行的人要先修好与家人的关系？亲人所以能够成为亲人有3个目的。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亲人首先就是助你修行的人，相当于你的考官，经常给你出考题的，平时给你点气受，给你点烦恼，目的不是跟你作对，是为了从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当中让你悟到点东西。甚至有些亲人会给你造成重大的伤害，是为了让你觉醒，他就是让你知无常，懂因果，明轮回。所以如果你看不明白这件事儿，你就浪费了他用造业之身来换你觉明。第2个目的叫完成约定，你们之间成为家人，在一起经历苦难烦恼，这是你们来的时候约定好的，不是临时起意，也不是突然的背叛，而且这个约定要付出代价。什么代价？就是为了让你醒来，他很可能会进入下3道，甚至更苦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忘了，我们只记得这一世给我带来的痛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世又一世的纠缠彼此，就是解脱不了的原因。第3个叫智者归来。啥叫智者呀？就是那个特别清醒，那个觉悟后的自己。你说老师，我们家那个死鬼还能让我觉悟吗？我告诉你，记住着，这个世界让你最痛苦的那个人就是觉你之人。当我们经历生活家庭当中不如意甚至是痛苦的时候，就是为了觉醒我们的至身。所以为啥是亲人？就是因为我们能影响彼此最深，所以觉你之人一定是你最亲近的亲人。所以作为修行人，首先就要修好跟家人的关系。人的一生深受原生家庭的影响，父母的思维模式、情绪传递、教养方式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的成长和未来。有人选择顺势而为，延续家族传承，也有人选择逆流而上，切断前缘。一个人最大的福报，即亲手切断原生家庭的业力传承，因为你身上背负着家族兴衰的责任和义务。
你不是在为自己而战斗，而是在为整个家族而战斗。在原生家庭中，父母的种种认知缺陷、精神匮乏、情绪不稳定等问题会直接影响子女的成长，这些负面影响往往会代代相传，形成家族的集体潜意识记忆，阻碍着后人的发展。然而，要想打破这种业力传承的桎梏，关键在于觉醒。在每个家庭的温馨角落，隐藏着一条条无形的链条，我们称之为家族业力。它们有时紧紧束缚着我们，让我们在不经意间重复着上一辈甚至更久远的错误。如果你的原生家庭不幸福，这一篇视频对你非常重要，会改变你全部的认知。我会分享原生家庭的10条真相，业力流转的底层逻辑，以及破局之道。在开始分享之前，先要跟你达成共识，相信因果业力是真实存在的。比如，为什么我出生在6环外的老破小，而他却出生在市中心的大别墅？如果不认同人与人之间的命运，因果业力是不同的，出生的剧本是不同的。绝大多数的人身上都有原生家庭的负面业力，绝大多数的父母他没有觉醒开悟，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养育子女具备的智慧。绝大多数的父母在小我五毒、七情六欲的业力操纵下，有意无意地伤害子女。绝大多数父母伤害子女的方式，是以爱的名义批判掌控。绝大多数的父母，他意识不到自己的言谈举止会被子女的6根眼耳鼻舌身意接收，自动记录，储存在他的阿赖耶识、潜意识，形成业力的残留。绝大多数父母，他意识不到自己的执念亲手操控了子女无限美好的可能性。绝大多数父母意识不到原生家庭的爱和安全感，对子女成为更好的自己是多么重要。父母伤害子女的方式，大多数父母要么冷漠不管不问，自私自利，要么打压辱骂、贬低、指责批评，要么宠溺娇惯、干涉介入掌控，要么用伦理、用道德、用孝道施压。绝大多数父母因为生存生活的压力，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而压迫孩子成为自己希望的样子。绝大多数父母把子女物化了，当作宠物、财产附庸，他忽略了孩子自身的灵性和超能力。如果你不想复制父母的悲惨或恐惧的人生，就要有意识地与父母反着来，将自己重新养育一遍。活出自我，从来都不是出身决定的，而是心智决定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教育者，用自己的智慧切断原生家庭的各种业力，成为一个独立的全新的自我。都知道孝顺是每一个子女都应该做到的。何为孝？何为顺？如何理解孝顺？如果践行孝顺，这可能是你我都值得深思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加，你我未必都了解父母，
父母也未必都能理解我们，这中间的隔阂就会产生。父母希望我们好，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他们运用的方式和方法可能会有问题，你要识别出来那些该听的，那些是不该听的。就像电脑时不时总会出现一些病毒和漏洞，你需要修复漏洞，用杀毒软件清理出来垃圾和病毒。如果你不能识别出来，那么你就会被家族业力所裹挟。如果你能清晰识别出来，那么你就可以自我修复家族业力，从而不断持续向上成长。这就叫做独立思考问题。向上走一定是痛苦的，痛苦过后便是持久的幸福。向下走短期一定是舒服的，这种舒服过后便是无尽的痛苦。你如果选择暂时的痛苦，换回来的便是持续成长。你选择当下放纵，换回来的就是苦海无涯。强者都具备审视自己思想和觉察色声香味触法，迷惑自己的行为和习惯。弱者追逐多巴胺，及时满足；强者延迟满足，收获内啡肽。所有的强者的唯一共性，都是具备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深度思考问题的习惯。原生家庭业力流转的底层逻辑，大家分析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第一条，父母用自身小我的无明业障扭曲看待和对待子女。第二条，他扭曲，他觉得这是爱，但实际上是完全扭曲的。本来应该跟孩子保持一定的距离，跟孩子做朋友，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灵魂，具足灵性和超能力。结果你认为他什么，你就要开始物化他了。你觉得他是个宠物，他的命运由你安排。你希望他是211、985高学历，你希望他的职业能够满足你曾经的遗憾。你用各种方式对子女造作深口意，批评他，骂他，贬低他，打压他，精神操控，冷漠等等各种恶业。接下来第三条，你造作的深口意，造作的各种负面画面，子女的六根就会接收记录，不断的积累，形成了负面的业力。业力形成之后，就会进入第四条，子女要么变得非常顺从、臣服、乖乖女、妈宝男，要么子女非常痛苦、压抑、抑郁，性格就会非常敏感、非常内耗、自我否定、很自卑、怀疑自己、懦弱胆小、不敢尝试、拖延放纵，要么叛逆、憎恶戾气、喜欢抱怨。它会导致啥呢？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决裂，六亲缘浅，冷漠无情。那接下来就会循环到第五条。有句老话说，性格都是遗传的。子女由于长期积累的业力、业障之后，会导致自己束缚局限自己，他会变得非常平庸平凡。因为他的性格有缺陷，他一定就会有漏洞。有漏洞的话，他就不可能发展得很好。
或者这个子女他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成家，他生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他会用身上残留的这些业力继续循环，继续教育，影响自己的子女，继续流传给子女。这时候父母通常会宽慰说，这是遗传的，这是基因，改变不了，他像我。而真相是，这就是你的原生家庭业力流转的底层逻辑。大家看清楚这个循环之后，要中断这个逻辑，千万不要再造作了。原生家庭的破局之道，第一是在关系的相处上，放弃改变父母的执念，不要想改变父母了，分开居住，物理隔绝。第二点，在过去的伤害中疗愈自己。有的人满脑子都是负面的画面，对自己的伤害只能你自己去疗愈它，目的就是不要再内伤，不要再内耗，不要憎恶，不要埋怨，不要有负面的念头，负面的情绪伤害自己，让自己继续下堕了。请你不要用父母的负面评判、负面念头再伤害自己了。只要你处在憎恨的状态、埋怨的状态，你的能量就一定是下坠的状态。实际上你在伤害你自己，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没要有安全在当下，就不要伤害自己了。那应该怎么做呢？感恩、忏悔、宽恕。感恩什么呢？感恩父母给了你的生命，他在所能及的范围把你养大成人，没有缺你吃穿，没有抛弃你，不管其他东西，这一点都足够我们感恩了。忏悔自己的年少无知、造作妄为，惹父母生气，种下了恶的念头和种子。宽恕什么呢？宽恕父母的造作，他们也是祖辈遗传给他们的业力的提线木偶，他们也是自己身不由己的。他们那个年代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也不可能有多开悟，也不可能有很好的物质条件，他只是在用他原生家庭教育的方式在爱你。所以请宽恕他，理解他内心也有创伤，这是时代的局限性。第三就是业力清理，那些潜意识里的业力需要清理，不能再让原生家庭的各种限制性观念在局限里继续束缚你了。那怎么清理呢？看圣贤文化的书籍，身心灵的书籍，加上行善和正念，正确的念头，正确的见解，一身正气，邪不可干，用读书和学习改变命运。第四，用平静的不带任何情绪，并且是讲故事的方式，讲出你小时候你内心的脆弱，在故事的结尾处表达自己是爱父母的。如果你实在做不到见面，或者父母已经离开，你可以用照片倾诉的方式和写日记烧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在的情绪。第五，当你的灵魂功课持续上升之后，我来拔高你在原生家庭的经历和遭遇，目的就是叫醒你自己，目的就是激活你灵魂里的宽恕、感恩、勇敢、智慧等等，目的是为了让你明白，
你的人生剧本已经按照最简单的捷径来帮助你升维，达到空性的境界。为什么很多人走到社会上，他的能力很强？因为他在原生家庭里面已经修炼完成了，他把他的智慧都激活了。刚才我那么严肃，是想告诉大家，一定要把原生家庭的包袱给清理掉，当做自己的宝藏礼物。同时要警示一下自己，不要让孩子成为新的自己。原生家庭的功课这一关一定要闯过去，闯过去之后再也没有局限和束缚了，再也没有包袱了。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原生家庭的局限性，并开始努力改变自己，才能摆脱这种宿命的束缚。要想逃离原生家庭的影响，仅仅逃离并不足够，更为重要的是内心的觉醒。透过自我反思和成长，慢慢拨开潜意识中的恐惧、不安、自卑，走向独立、勇敢的生命之路。这需要耐心和勇气，需要不断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深处，与困扰自己的业力做斗争。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深藏着原生家庭的烙印，这些烙印如同无形的枷锁，牵引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而要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真正找到自己的定位，就需要不断审视自我，勇敢地面对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只有经历过一次次的觉醒和奋斗，我们才能真正变得坚强和独立。3. 一个人和一个家族，贫穷或者富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家庭几代人没有一个觉醒的人。当一个家庭没有一个觉醒的人，没有一个力量的人，就相当于这个家庭失去了主心骨，如一盘散沙，相互抱怨，相互拉扯，相互消耗。当一个家庭的整体成员都一直在低维度心理认知徘徊，那么这个家庭想要翻身比登天还难。改变命运的方式不是开公司，不是创业，而是摆脱原生家庭的业力纠缠，把恐惧、不安、玻璃心、自卑等心理假象拿出来，反复捶打，反复暴晒，拿掉这一层假象，找到自己本自具足、能生万法的心。否则即使你所有的努力也会化为泡影。接纳是关键，允许是关键，允许自己成为自己，允许父母成为父母，不是去改造父母，而是从父母身上看到他们的情绪和业力在自己身上的延续。这一点至关重要。当你看见什么，你就在什么之外。你看见山，你在山之外；你看见海，你在海之外；你看见情绪，你在情绪之外。觉知是一个人觉醒的前提，没有奋斗的人生不值一过，没有觉知的人生不值一提。大部分人的一生从来没有觉知过，他们按照被驯化后的固化程序，不过是在机械化的重复人生。他们活在恐惧之中，活在自卑之中，活在各种限制性信念之中，并固执地认为自己在做的是伟大而正确的事情。
他们一生都在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为了维护自己头脑的正确，为了维护自己虚弱的面子，活在是非对错的低维度层面，冲突和对立成为人生的主旋律。所以原生家庭有问题的朋友，不是埋头苦干，而是重建自己的内心世界。物质的贫穷可以摧毁一生的尊严，精神的贫穷可以耗尽几世的轮回。物质是表象，精神是内涵。一个好的精气神，才能承载人生的风风雨雨，才能赢得命运的垂青。如果一个人认知狭隘，情绪反复，没精打采，那么财富对他来说就是灾难。所以厚德才能载物，真正的觉醒就是从富养精神开始。精神内反内照，意识自知自觉，把自己浸泡在高能量的磁场中，发善愿，结善缘，诵经典，拜高人，培养跟父母相反的人格特质，自处模式，认知模式，人际交往模式。反者道之动，反过来你就顺道了。所以真正厉害的人不会逃避，而是恐惧什么就直面什么。他们敢于解破自己，碾碎自己，敢于自己及自己的命。只有这样，人生才会大破大立，绝境逢生，柳暗花明。永远不要为父母的不幸买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果，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业力。过度去干涉别人的因果，只会不知不觉背负别人的命运。你首先自己要活好，活出价值，活出力量，你才能影响父母。贫穷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原生家庭中的种种局限性会在子女身上投下长久的阴影，甚至影响到财务状况。很多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因缺乏长远规划而陷入恐惧，导致选择短视行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关键在于打破贫穷的根源。只有意识到过去的种种限制，勇敢突破内心的狭隘，才能逐渐走向财富与自由。贫穷并非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匮乏，更深层的贫乏在于思维和心灵。当一个人无法摆脱来自原生家庭的束缚，内心的贫困往往会成为他一生的阴影，阻碍着他的成长和成功。因此，要想逐步实现财富与自由，首先要正视内心的贫乏，勇敢面对过去的种种限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对待生活和财富。如何重塑人生观和价值观？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很多人会承担父母的种种经验和认知，但这往往会成为阻碍个人成长的绊脚石。要想真正实现个人觉醒和成长，就需要打破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重新审视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摆脱固有的模式，找到独立的思考方式，才能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往往受原生家庭的影响较深，这不仅反映在对待事物的态度上，更体现在对自我的认知和塑造上。
逆向思考，超越固有模式，重新审视人生，是实现个人觉醒的关键。只有打破原有的桎梏，勇敢探寻内心的真实想法和价值取向，才能在人生的舞台上展现出独一无二的风采。富有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跳出命运的循环？如果不想重复父母的悲惨人生，就需要有意识地与他们的模式划清界限，重新审视自我，放大自身优点，减弱缺点，建立属于自己的行为模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唯有打破原有的惯性思维，摒弃负面情绪，才能够实现自我觉醒，摆脱命运的循环。生活如同一条回旋曲，如果不主动出击，便会被命运牵绊于原地。为了不再继承前人的意志和错误，为了在巨大的宇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需要跨出舒适区，勇敢面对挑战，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内心的解放，迈向自我的辉煌未来。自我觉醒的生命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的觉醒和成长。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自我突破，我们才能超越原生家庭的局限，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每一次的觉醒，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都是对过往的反思和超越。唯有勇敢面对内心的阴影，不断奋斗，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心有所属、意念坚定的人生境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修行之旅，而觉醒则是这段旅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当我们不再被外部因素左右，能够真正认识自己，坚定自己的信念时，我们的生命才会变得更加丰盛。要想实现自我觉醒，需要不断反思和成长，找到内心的平静与自由，活出真正的自我。要想摆脱前人的桎梏，实现自我觉醒和成长，关键在于发现并改变自己内心的种种缺陷，建立独立、积极的生活态度，勇敢面对内心的阴影，不断奋斗，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的觉醒和成长，都让我们更加坚强，更加完整，也更加珍惜生命的意义和宝贵。让我们相信，只要不放弃自己，勇敢迈出每一步，内心的光芒终将照亮前行的道路，指引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学习与成长，持续前进的动力。学习是生活的调味品，不可或缺。敢于做出改变，开启家族新篇章。敢于做出改变，我们就能成为家里的先锋，让爱和自由的光芒在我们这里闪耀。这不仅是对父母的尊敬，更是对我们自己、对孩子们乃至整个家族的承诺。为自己立下一颗心，修整自己，齐家治国，平天下。向内求，向外给予，接纳自己，尊重自己，
爱自己，爱众生，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化解原生家庭的业力纠缠，让爱在家族中自由流动，让我们持续向上成长。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